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教徒。画面这组 DDR5 机体是支起给 AMD 平台 eSPO 专用的 Flare X5 立眼枪 CL28 6000频率 32GB×2。那本次影片一样没有任何业配，测试的处理器为大力保固的 AMD R77700闪片，可惜这颗体质不好，没办法跑分频的8000。故测试部分以 Ryzen 7000、9000系列都可稳定的1:1 6000为主。所以不会有 9800X3D 可1:1 6200、6400的相关测试数据。机体保固的维修换握申请网页连结会放在影片注解里。我之所以选择这组机体，是看同样6000频率下 CL30 与 CL28 的 32GB×2 价差才500元。于是抱持着好奇的心态选择了 CL28 这一组。本来是想买原价活动里 Redjust M5 Neos RGB 猎眼枪 CL30 6048G×2，但想了一下，不试试看 CL28，感觉心里的狂欢病迟早会发作。为了减缓病情，我还是选了 CL28 Flare X5 猎眼枪 32GB×2 来做这部影片。这系列机体只有 eSPO， 算是 AMD 专用。支起的官方网页 QBL 相容性资料也只有相容于 AM5 平台，还特别备注请勿混合使用不同套装的机体。所以这让我在网络上爬文爬到最近有一位勇者 PTT 电虾版的 BBS Man 大大，他将金士顿6000 CL30 16GB×2 跟支起的6000 CL26 16GB×2 混插，并且开启魔物猎人荒野增生成没有重开机的状况。文章连结也会放在影片注解里。但我还是建议大家，目前 AM5 还是差2条比较省事，不用担心有的没的状况。最好是买双参数的，将来脱手比较好脱手。那在装机测试开始之前，我必须先提醒大家，机体选择让游戏运作是否更加流畅，一直是个容易引起争论的话题。DDR5 机体 CL28 跟 CL30 6000实际用起来，不一定每个人都有办法感觉其中差异。那微妙感觉实在很难用言语形容，因为无论延迟慢还是快，又或是萤幕的帧率，没有人可以不靠程式或设备显示直接盲算出来 FPS 跟机体延迟数字是多少。那玩游戏的个人电脑使用体感，每个人感觉都不同，切勿以自己的观点强迫大家接受。那教徒我做这部影片，不是要跟大家推我影片正在使用的机体，主要是想建议大家用 AM5 平台玩游戏，请至少买个 CL30 6000跑1:1。那如果真的想体验 CL28 机体，请注意别买太贵，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感受出那微妙的感觉。像原价屋最近有卖微刚 CL28 与 CL30 只差几百台币的机体，在主机的时候可以考虑直接选来组。机体规格上会是6000 CL28 比6000 CL30 好，那好的明不明显，每个人会不会有感觉，还真的不好说。不过比起 R77700 MPK 跟 R79800X3D 的差价9500台币。DDR5 6000频率下同型号 CL28 跟 CL30 的价差只有那几百台币而已，真心建议想尝试 CL28 可以找找看有没有同样容量加个几百块就能选的，只是教徒不保证那差异每个人都能感受出来就是。另外使用华硕主机板的人对 AM5 延迟不满意，可以从 eSPO 选项里面选择 eSPO Tweak 功能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有什么差异。实际使用在 IW4 差异还是挺明显的，无论在读写、拷贝还是延迟，测试数值都有明显差异。或增加 TREFI 数值来减少延迟。那如果加大 TREFI 数值或开启 eSPO Tweak 不稳定，需要找出稳定的数值，由大变小不停的试。如果懒得试，可以设定回预设，再切为 eSPO 1。那这次拿来做对比的是微刚 CL30 6024GB×2，因为这颗7700闪片体质不好，没办法跑分频的8000，所以测试对比只有这组同样6000频率的 CL30。另外，接下来测试只有开启 eSPO 1，没有使用华硕主机板的 eSPO Tweak 功能，也没有调整 TREFI 减少延迟。先给大家看一下机体规格。时序分别是 CL28 跟 CL30， 这期使用的是海力士颗粒 A 带，微刚则是海力士的 M 带。接下来跑个 IDA64看看有没有差异。
看起来差异还是有的。CL28 无论在读写、拷贝还是延迟都有较好的表现。接下来看 R23 跑分是否有差异，我会完整的跑一次给大家看。结果来说，这边不会有太大的差异。那游戏部分呢？这边跟上次一样，我将会测试逃离塔可夫跟魔物猎人荒野，分别在 1080p、2K、4K、7L28 跟 7L30 的表现分别如何。对特定画质测试有兴趣的，还请多多使用章节功能。我先从逃离塔可夫开始测试。另外这边使用的是 NVIDIA APP 程式内建的 FPS 监测功能，相比之前的 FPS Monitor， 这个软体可以免费取得，这边推荐给大家。再来是魔物猎人荒野。那测试完知奇的 CL28 与威刚的 CL30，CL28 在 IW4 测试中结果的确比 CL30 好一点，但实测游戏的话，数值差异好像就不是那么明显了。那在影片最后闲聊部分，我准备这影片前有特别花些时间，有拜访些 M5 平台使用者的心得。那采访里有专玩竞技射击游戏的人，用8000赫兹的键鼠，卓威的 Face TN 萤幕。
以像我一样用1000赫兹便宜3模键鼠跟便宜 IPS 萤幕的人，还有些是用两者中间集聚的键鼠跟 OLED 萤幕。另外采访中还真的有2个认识的朋友，组好新电脑后连 AMD 的 eXPO 都没开过，以为店家有帮忙用好。那其中一位朋友开启 eXPO 后，CL40 4800变成 CL30 6000，玩了3场 Apex， 有反映说有些些微的卡顿不见了。总之采访里每个人意见不尽相同，多数是觉得 CL30 6000用就好，只有一位专玩竞技类射击游戏的朋友想尝试 CL28 6000的差异。另外要特别提醒，这个视觉神经反应慢、身体反应也慢的人，不会因为从 CL30 6000换成 CL28 6000机体后，就可以玩竞技游戏胜率明显提高。所以选择机体部分，在影片的最后，我会建议如果差个几百块，就选 CL28 6000。如果想用的厂牌及容量在台湾都没有卖 CL28 的，那 CL30 6000也行，别买到原生机体就好。我是教徒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